各位好，今天我们开始来聊 iOS 的小组件这个还蛮新的一个小功能啊。那什么是小组件呢？我想跟各位其实已经或多或少的用过小组件这个功能的观众从一个新的切入点去聊。大家觉得小组件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像电脑上的多窗口，或者说多任务？我们原来在用电脑的时候，为了高效的工作，往往会同时打开2个甚至3个、4个窗口，然后让这些窗口并排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一边看这个肥皂剧，然后一边查资料，一边呢再打开一个中英翻译词典一边呢再来一本英文教材我这个是典型的一个看这个美剧学英文的一个这个多任务的场景其实在智能手机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不难发现，让这个掌上型的一个个人计算设备尽快的可以实现像电脑那样的多任务操作，是多年来各大厂商一直不断追求不懈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到我录制节目的2024年的今天，其实手机的硬件性能，我可以说已经超过至少一半的电脑了吧。大家应该还知道，早年有一些流行的说法叫做上网本就这个电脑呢配置比较低，价格比较便宜，它基本上呢除了上网也不能干什么了，所以把这种叫上网本。那最近几年不这么叫了原因是因为呢硬件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现在 iPhone 里面的芯片，如果是最新的 iPhone 15的话，其实和同时代的和 iPhone 15同一时代的桌上电脑产品去相 PK 的话，它也不一定会输多少那所以就是 iPhone 为什么卖这么贵嘛，就是可能在上年纪的人看来，买个手机总归会比买一个电脑要便宜。但其实你看看，现在如果在 Apple 的产品里面，还真不见得，很多时候还真的是买个电脑会便宜那么一丢丢所以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其实在当下我们聊多任务的这个话题，其实已经可以撇开硬件问题了。早年是移动设备由于太小，所以它硬件的性能达不到，它没有办法多任务。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手机的性能已经足够达到多任务的性能以后，为什么还是不能像电脑那样的实现那么自由的多任务？其实大家很容易就能想到了，受尺寸的限制。你希望它在那么小的屏幕上，像电脑的大屏幕一样，这么就是近乎于奢侈的去使用桌面空间，这个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而事实是，所有被定义为移动设备的产品，我是说 Apple 的系列产品被定义成移动设备的 iPhone、iPad， 连桌面都没有它只有一个主屏幕嘛。只有电脑才有桌面，那我想也是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有点扯远了，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手机上，如果我就是想在一个巴掌大的屏幕当中，还想同时打开多个窗口，那如果真的实现了，它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排除那些什么现在最新的概念机，什么折叠屏某些安卓手机我知道可以把这个手机的屏幕一分为2，上面运行一个，下面运行一个。我用过的锤子里面可以把手机划分为1、2、3个区域，然后还是4个区域，就同时运行超过3个的这个应用程序。但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我不能说不好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有人能够高频率的使用这些功能。我想这个原因也显而易见，就是因为屏幕太小了。所以这个有点类似于为什么 Apple 的电脑，也就是我们的 Mac 产品，始终就不给你一个触控屏的原因。我知道目前其实很多人都是没有用过电脑的，但是如果你用过电脑的话，可能你会更容易理解我这一个切面的描述就是很多如果你真的是要做一些多任务的操作，你家里有电脑的情况下，那你就直接打开电脑了，你就不太会再用手机去操作了。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手机它在硬件上可以满足多任务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去优化软件和人机互交，去优化这个界面，让手机上实现一个既是多任务，但是你又不要去跟电脑抢赛道，因为电脑的赛道它就是天生拥有让人奢侈的桌面空间，你一个手机连桌面都没有，你怎么跟人家去抢桌面空间的赛道呢？所以其实我从另一个侧面因为你讲小组件，其实你可以从很多个侧面去切入，那我就从一个比较罕见的这个侧面去切入。你可以把 iPhone 当中的小组件就理解成手机上我们目前探索到的一个多任务的另外一种样子。那我们举个例子，小组件最常用的天气和股票吧，我们就虽然我不炒股，但是这个意思大家都能够明白。天气跟股票大部分这两类的 App， 你去打开它，无外乎就是获取信息。那我知道炒股可能还需要交易但是相比于交易，应该普通人来讲，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看走势什么的吧，对吧？这也是获取信息的一种嘛。那如果我想多任务，其实在手机上你同时开一个天气 App， 再同时这边再开一个股票 App 去挤这一个小屏幕，其实两个人都不爽。那我怎么样又两个 App 都很爽，然后又让我们的用户能够实现这个同时获取两款不同软件提供的不同渠道的信息，怎么实现？其实就是小组件。你看，如果我把一个天气 App 的小组件放在屏幕上，然后再把一个股票 App 放到它的下面，两个小方块，再小的手机屏幕也能显示这么两个小方块吧？那所以我如果把手机滑到我的第0页第一页就是出厂你们广告上看到的那一页，但其实在第一页你再往右滑还能滑出一个第0页，这是我自己的叫法，我把它叫第0页。这第0页就是一个专门展示小组件的地方嘛。那我们可以先如果你现在手机在手上，然后你之前也没有怎么听说过小组件的话，又想试一下，你可以拿出你的 iPhone 滑到第0页，就是往右滑，一直往右滑，滑到滑不动为止。那个上面反正不是 App， 就是一个小方块，滑到这个页面，然后你去长按它，它也会就是出现一个编辑类似于这种按钮，你可以删除小组件，然后点添加或者是一个加号，去选择不同的 App 生成的小组件，把它加进去。那小组件的长什么样子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张一张的卡片，有一些卡片大一点，有一些卡片小一点，就是一般在 iPhone 上我们分大、中、小3个尺寸的卡片，上面显示的就是相应的一些 App 所提供的信息。我们还是以天气 App 跟股票 App 为例，如果我加入了一个天气 App 的小组件的卡片，在下面又放了一个股票 App， 那我只要翻到小组件页面，我是不是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两个卡片的完整界面？我可以获取到当下的天气，甚至是未来5天或者1周的天气，最高温、最低温以及降雨概率的情况，还有我可以获取我关注的一些股票的走势，我都可以一并获取。这就是iPhone 上，你可以从一个角度去说，它也是一个变相的多任务的打开方式。当然了，它不能和真正打开这两个 App 去媲美，因为功能比较少iPhone 在最早创建小组件的时候，只能看，不能去上面互动的，可以点，但是你一点这个小组件呢，它就跳到这个 App 了这是最早。那现在最新的，我记得 iOS 17这个版本就开始，你可以跟小组件进行互动了。比如说，我添加了一个提醒事项的小组件，那我个人也有这个习惯，我会添加一个提醒事项，里面叫今天的，因为我有很多安排好的，就是固定的事情，多长时间重复一次的要做。那么每到这一天该做什么事情，它都会自动的展示在这个提醒事项的小组件里面。那早先呢，我只能看。我如果一件事情做完了，我想把它勾掉，我必须点一下小组件，它先进入到提醒事项 App， 我才能去勾。但是 iOS 17开始我不需要了，我直接在小组件里就可以去勾，就可以去管理了。那这个就为我们的效率更提升了一步但
不管怎么样，小组件这个功能其实它天生是为高效人士准备的。如果您在用手机的过程当中，你非常的专注啊，比如说我就是什么微信、抖音、淘宝这几个，那其实小组件对你没啥用。大家可以自我对照一下，如果你有家人或者你没有父母，你也可以就是对照一下。但凡你用手机用的比较杂，就是基本上你什么 app 都会开，分布的比较平均的，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好好的用好这个小组件。但是如果你属于那种一天下来就这么几款 app， 怎么才能知道呢？在屏幕使用时间里看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屏幕使用时间我们后一个部分在第5季会专门讲这方面的内容啊。那如果你是比较专注于某几款 app， 那我个人认为小组件对你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啊。有用，但是用处就没那么大。因为我的切入点在于小组件是可以方便快速的让你一眼看到多个 app 提供的信息，所以我才刚一开始用多任务来给大家作为切入点啊。这个是小组件它长什么样子，能干什么，以及它怎么来的。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聊一些跟操作相关的内容啊。刚才我讲了，如果你想进入到小组件的专门展示的屏幕，就把你的手机一直往右滑，滑到第0号屏幕你就会看到一个小组件的专门展示区。如果您是第一次进来，我建议你可以把上面所有的小组件全部删干净，然后点添加，去你手机安装的所有支持小组件的 app 里面去选择任何一个你想关注的小组件，然后把它添加进去。那添加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挪位置，排序啊。排好了之后，这一个页面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信息总管。那每次你想获得信息的时候，你只要滑到最右边，这其实是最左边了，但是手是往右滑嘛，那你就可以一览无余啊！所有的小组件为你提供的信息就可以全部展示在这边。那我个人呢，最常用的其实就在这个第0号屏幕上，前提有个前提，在第0号屏幕上，我只放了2个小组件，都是以最大的卡片来显示的，一个就是电池，另外一个就是屏幕使用时间了啊。那我为什么要看电池呢？我还真不是看 iPhone 的电池。因为我电池的小组件是放到最大的那个卡片，它是以列表的方式列出了所有 iPhone 能够涉及的跟电量有关的内容。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耳机，其实我有3个 AirPods 系列的耳机，那我可以一眼看到我所有的 AirPods 的电量，我可以看到我 Apple Watch 的电量，那任何连接到上面的电池我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有些无线话筒我都可以看到它的电量。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主要是用来看一些连接到手机上面的配件的电量的。至于手机的电量我没必要到这里看啊，大家看电池那期节目也知道，我是比较反感电池电量百分比这件事情的。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回去翻，我不再加链接了啊。那屏幕使用时间也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控制一下，或者了解一下自己是如何使用手机的。那它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报告，我就用了这2个。但是我还想把我没说的部分拉回来。这部分是什么呢？有些人知道但可能有人不知道，就是小组件它现在不仅仅是可以出现在第0号屏幕上的，它其实是可以放置在你的任何一个屏幕上的。比如说我有5个屏幕的 APP， 其实我不想说 APP 算了，还是专业一点吧。有5个屏幕的 App， 那这种情况下，这5个屏幕上你都可以放上相应的小组件。就是现在的 iOS 其实小组件和 App 的图标你可以混合放在一个屏幕里面。那像我就会在我的第1个主屏幕里面再放2个中号的小组件，应该是中号还是小号的小组件放2个。那这2个呢？你可能会问我会放哪2个，但其实我放的是堆叠。正好也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堆叠的概念，就是我在我的1号主屏幕里面放了2个小方块，这2个小方块它是专门用来展示小组件的，这都没问题。但是并不只是2个小组件，因为一个小方块里面我是堆叠了2到3个小组件的。那这样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帮我去节约屏幕空间。比如说上面的这个小组件的这个方块里面，我可能会放一个世界时钟
我可能再放一个天气。那下面这个小组件里面，我可能放一个提醒事项，我可能再放一个照片，再放一个日历等等等等。那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在小组件的这个方块上面用一个手指上下滑动，去切换不同的小组件。而最让我觉得可期待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当今年年底的新系统发布之后啊 ，Apple 的智能更好的进入到这个寻常用户的这个使用场景中之后，一旦你创建了小组件的堆叠，那么这些一个堆叠里面的不同的小组件会根据你每一个人的不同使用场景，在合适的时候切换过来。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只不过这个切换的准确性啊尚待提高。那其实还有一个叫 Siri 智能轮换的功能。那你把这个智能轮换打开，其实就是启动了这个自动帮你轮换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我也蛮喜欢的，既能够实现小组件的多任务获取信息的这个功能，又能节省我一部分的主屏幕的空间，它还能够自动的替换，在我认为最合适的时候出来我最需要的信息。那当然，这个准确率一定会逐年提高，不会一上来就非常的合你心意啊。所以，当你去管理你的主屏幕的时候，我们最早不是长按抖动，然后喜欢在上面去给你的每一个 App 图标去排列吧，对吧？那现在你不仅仅能够排列 App 图标，你还可以去添加和排列这些小组件，让你的每一个主屏幕看起来都没那么单调啊！不仅仅是一个主屏幕上只有 App 图标，还有一些实用的小组件存在在那个里面，让你的 iPhone 变得更个性化以及更丰富一点。所以如果之前没太注意这个功能的 iPhone 用户和我的观众或者听众们其实你可以听完我们今天这个聊的内容之后，你也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动手操作一下。我相信所有的实操内容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我都用语言非常详细的描述给各位了。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不找借口。80%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懒啊，而且我只有一个相机。如果我给你们录实操，我上面还得再顶一台相机，又得花钱，对吧？这是主要原因啊。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原因是，我认为我就算录了实操视频，不想做的还是不做啊，想做的我不录也会做。这个事情往往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小组件上多多的发言，发布你的评论，你是怎么用小组件的，以及你对小组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区公布出来啊。如果有价值的，我可以做一些加餐来跟大家继续聊。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